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岁月如歌，人生的旅程终究会走向晚年。当人步入暮年，曾经奋斗的事业逐渐落幕，曾经辉煌的青春已成回忆，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平静却也充满挑战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谁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人？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回头看看，我们会发现，晚年最重要的3个人，莫过于自己、老伴和儿女。自己是最可靠的依靠，老伴是最美的陪伴，而儿女则是最大的福气。这3个人决定了一个人晚年的幸福感，也构成了晚年生活的主要支撑。最好的依靠是自己。人这一生，最可靠的永远是自己。年轻时，我们依靠父母、老师，依靠工作和社会地位，而到了晚年，真正能够支撑自己的，仍然是自己。无论是身体健康、经济状况，还是心理状态，都取决于自己是否在年轻时做好了足够的准备。首先，身体健康是晚年幸福的基础。很多人年轻时忙于工作，忽略了锻炼和健康管理，到了晚年才后悔莫及。俗话说，人到晚年，拼的就是健康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哪怕儿女孝顺、老伴相伴，也难以享受晚年的生活。因此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、规律作息、合理饮食、坚持锻炼，是对自己最重要的投资。其次，经济独立决定了晚年的尊严。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晚年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，很多事情就会变得艰难。年老后，很多人会发现，靠儿女不现实，靠社会福利也未必足够，而真正让自己安心的，还是年轻时的积累。无论是存款、退休金，还是合理的理财安排，都能让晚年过得更加从容。最后，良好的心态是最宝贵的财富。有人晚年孤独，有人晚年充实，区别往往在于心态。学会接受衰老，接受孩子独立，接受生活的变迁，才能在岁月的沉淀中找到内心的平静。培养兴趣爱好，建立社交圈，不断学习新事物，都是让自己活得更精彩的方法。最美的陪伴是老伴。如果说自己是最可靠的依靠，那么老伴就是最温暖的依靠。年轻时，我们忙于事业、家庭，常常忽略了彼此，而到了晚年，夫妻之间的陪伴就变得尤为重要。电影《The Notebook》恋恋笔记本讲述了一段跨越一生的爱情故事。男主角诺亚和女主角艾丽年轻时相识相爱，尽管经历了分离和重逢，但最终携手共度余生。然而，艾丽在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渐渐遗忘了一切，甚至不再认得诺亚。但诺亚始终不离不弃，坚持每天坐在他的床边，为他朗读他们年轻时的爱情故事。尽管艾丽已经忘记了他，但诺亚依然相信，他的心里一定还藏着他们的记忆。尽管孩子们劝诺亚回家，
不必继续留在养老院陪伴一个已经不记得自己的人。但诺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他愿意陪着艾丽，哪怕她的记忆消失殆尽，哪怕他再也无法叫出她的名字。在故事的最后，艾丽短暂地恢复了意识，认出了诺亚，他们相拥而眠，最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部电影之所以感人至深，是因为它展现了晚年最珍贵的感情——相守。年轻时的爱情可能充满激情，而老年的爱情则是一种承诺和陪伴，是风雨同舟后的深厚依赖。现实生活中，能够携手走到老的夫妻并不多，能够在晚年依然彼此珍惜的更是少数。真正幸福的晚年，不是奢华的生活，而是有一个人愿意在你生病时照顾你，在你健忘时提醒你，在你孤独时陪伴你。最大的福气是儿女。子女是父母一生的牵挂，也是晚年最温暖的慰藉。很多人说，孩子孝顺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。的确，拥有孝顺的儿女，能让老年的生活多一份安慰。但这份福气，并不意味着要过度依赖子女。很多老人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儿女身上，希望他们时刻陪伴自己，希望他们凡事以自己为重，但这样的期待往往会带来失望。现代社会节奏快，年轻人要面对事业、家庭、孩子的教育压力，未必能时刻陪在父母身边。因此，真正的福气不是儿女一直陪着自己，而是儿女健康、幸福、事业有成，能够在自己需要的时候给予关怀。作为父母，晚年应该学会适当放手，给孩子独立的空间，同时保持与他们的良好关系，彼此尊重，互相关心，而不是相互束缚，才能让亲情更加温暖。最好的家庭关系是父母不依赖子女，子女心疼父母，这样才能让彼此都感到幸福。人到晚年，最重要的3个人，自己、老伴和儿女，决定了老年的幸福程度。自己是最可靠的依靠，健康、经济独立和良好的心态才能让晚年更加从容。老伴是最美的陪伴，相守一生的夫妻情深厚而珍贵。儿女是最大的福气，但真正的幸福不是依赖，而是彼此关爱、尊重。晚年的幸福不是偶然，而是年轻时的积累，是用心经营人生的结果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、稳定的经济、恩爱的老伴和孝顺的儿女，那么他的晚年必定是温暖而幸福的。即使没有儿女的陪伴，甚至老伴已经离去，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，依然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。人生的终点或许无法避免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走完这段旅程。珍惜自己，珍惜身边的人，用一颗平和而感恩的心去迎接每一天，才能让晚年真正成为人生最美的风景。